我在峡谷暧昧了个野王，护送玫瑰，甜蜜双排，梦境看坤，所有浪漫的事情做了个遍。在我满心以为我也遇到了甜甜的恋爱后，谁知我的野王对我说：“你数学怎么样？能帮我做2张试卷吗？”我懵逼回复：“是大学的吗？高数很难，我差点挂科。”对方秒回：“不是，感情我的野王还在读高中。”我回道：“高中的，我忘光了呀。”野王再次否定我：“不是高中的，初中的，你会吗？”我：“什么？野王，初2试卷就2张，你帮我做一下。”我：“野王，做完今晚帮你上王者段位。”我暧昧1月有余，我才发现我的野王未成年。仔细去想，其实跟野王暧昧的整个暑假，事情就有端倪，只是我被甜甜的双排冲昏了头脑，没有意识到而已。事情是这样的，有段时间我沉迷于打王者荣耀，恰逢那个学期课程少，课业压力小，我几乎每天都会上线玩几局。作为万年小菜鸡，我能拿得出手的英雄没多少，峡谷铁律，菜鸡活该挨骂。所以单排混迹于峡谷的那些日子里，我没少被骂。别人挨骂都是越挫越勇，不时就能成长为祖安老手，进而互相对骂，直至游戏结束。而我不行，日常挨骂的情况下，我都是装聋作哑不吭声。至于原因吗？我骂不过。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夜晚，我照旧打开我的农药，ban 掉我最害怕的玄策弟弟，然后预选了一手我最爱的小乔。正当我准备让队友帮抢我的丸子头乔妹时，1楼兄弟发话：“你是不是瞎？”我兄弟暴脾气，没看3楼常用英雄是玄策呀？我真没看到3楼的玄策，是习惯性进了这个英雄。我错在先，有点不好意思，打开键盘打字：“对不起。”在我还没打完的时候，3楼回复：“没关系，我将自己输入好的内容发出来。对不起，我没看到。”5楼你玩摇吧，前期跟一下我，可以吗？ID 为书燕的3楼选了别的李白，然后客气的这么问我。有野王主动带飞，还主动让我玩摇，我肯定是乐意的。以前怕被队友说玩摇太混，我都轻易不敢拿出我的神路。进入局内，我谨遵书燕的嘱咐，兢兢业业跟着他。书燕兄弟很会，第一波小团战就稳稳拿了人头，给我方打开了一个比较好的局势。有这种技术好、脾气好的队友，我肯定要夸一下。于是我给他发了快捷消息：“干得漂亮。”彼时，在我心里，干得漂亮还是勉强可以用来夸人的。我以为他这种高冷的打野是不会理我的，谁知道他在我身边停顿了一下，接着也回应了个谢谢。第一次遇到这种会回应我的路人队友，身为单身小菜鸡的我开心坏了，果断在4级之后挂在他身上。那局游戏理所当然的胜利，我犹豫了下，主动申请加他好友。他通过后又邀请我打了几局。书燕兄弟的英雄池很深，打的那几局都是补位，而且都是一些很秀的英雄。打完后我准备下线，跟他说了句晚安，他也很有礼貌的给我回了晚安。自始至终我们没有开麦，局内也没有特别多的交流。我点进他的主页，只看到他的头像也是男生常用的头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怀着小女生的心思，我又点开他的亲密关系。他的关系很干净，只有2个死党，其余的别说情侣，就连闺蜜这种关系都没有。看来不是个海王。礼貌，游戏厉害，关系干净，这简直是峡谷罕见的优质野王哥哥了。我心满意足地退出来，想着以后有机会一定还会邀请他打游戏。果不其然，事情的后续也确实如我预想的那样。每天晚上我从图书馆回来后，也恰好是书燕哥哥在线的时间。一开始是我主动邀他一起，后来打了几天，他也会主动邀我。最值得开心的是，如果我开局，他还会预约并等我第2局一起。因为书燕哥哥很稳，所以在跟他双排的这些夜晚，我从只会小乔打挤奶妈的小菜鸡，慢慢变成了敢拿出其他英雄的头铁玩家。书燕的脾气总是特别好，而且最聊的是他会回头就辅助。还记得那局我选了瑶妹，他选了韩信，在地方红区我盾破了，从他身上掉下来，被对面一群人追。我手忙脚乱给他发了撤退的信号，却发现他并没有离开，而是给了我一个集合的信号。毕竟跟他打了挺久的游戏，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让我跟他走。我着急死了，情急之下开麦吼道：“快走快走！”谁知道他无动于衷，还在我身边周旋。眼看着他是不打算走了，我只得冒险，被动要比大招先好。之后我勇敢回头，果然对面不知哪个憨憨给了我一个控制，成功触发被动。我赶紧刷了技能出来，翻身附在了书燕身上。韩信位移太多，带着我惊险逃脱，成功脱身。我长舒一口气，懵逼中看到他发文字消息：“回家。”我乖乖回家，但是还在唏嘘刚刚被救的一幕。说实话，对于我这种混子，做惯了峡谷只负责救别人的角色，罕见的被别人救到时，别说是感动，就是一颗沉寂了许久的心都要化了。我给室友分享惊魂一刻，说的声很大：“卧槽，太感动了，呜呜！”韩信太帅了，韩信永远的神，我的野王哥哥也太帅了吧！室友还没来得及回我，我只听有局内女生播报快捷消息，收到。我再一看，是书燕发的，而且令人尴尬的是，我的话筒是开着的。我脸瞬间红了个彻底，
我骚得赶紧关了话筒。跟舒燕的关系好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变得有点暧昧的。之后每一次排位，他有机会的话就都会救我，会给我让 buff， 还会在逆风的时候或者我心态炸了的时候打字鼓励我。不过所有的暧昧也仅限于游戏里，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任何联系方式。快要期末考试，我看着我和他很高的亲密度犯难，想着怎么开口问问他要不要也绑定个关系什么的。但是他列表亲密关系都是男的，我又不太好意思开口，所以一再搁置。期末考试期间，我因为复习而没再登录过游戏。放假后的第一天夜晚，我回家躺床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王者荣耀去看舒燕。舒燕的分又提高不少，不过亲密关系列表里还是那2个，并没有多增加谁。我舒一口气，打算退出主页自己单排一局的时候，被邀请了。邀请我的不是别人，正是舒燕。我欣然同意。进入 BP 界面，看到他的常用英雄从玄策、韩信、马超变成了鲁班、后羿、狄仁杰。我记得他不怎么玩这3个英雄的，出于好奇问道：“你怎么开始玩射手了？”按照舒燕的性格，他8成会回复得很简略，可是万万没想到，他一改常态，噼里啪啦发了一堆，因为射手好玩啊，发育起来多厉害，吊锤对面，我惊讶极了。几天不见，这人怎么扭转性格了？我这样啊，还以为你只玩秀的英雄呢。舒燕，秀的我也会，你要看什么？阿离，玩还是别的？你随意带飞就行。舒燕，原来你把我当工具人啊！一番交谈后，舒燕选一手猴子，并发文字，猴子带飞。给舒燕做惯了辅助，我还是有丢丢了解他的节奏的。可是万万没想到，他和猴子打法不一样，刷完这个也刷那个也，安静如鸡，一点也不像他平时的打法。我内心嘀咕，可能是猴子前期弱他才规矩刷野的。终于挨到4级，我阿瑶跟上他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个问号。在我疑惑他为什么要质疑的时候，他又发很长一句：“你带的不是治疗啊？你怎么不带治疗呢？奇了怪了，刚认识他的时候，不是他自己要求阿瑶要带干扰跟他越塔的吗？这人还真多变，就离谱。不过说归说，他的猴子也挺厉害的，毕竟真野王嘛。”带着我赢了几局后，我道：“我困了，明天打吧。”按照平常，舒燕会回我一个哪知这一次，这位跟我双排了快1个学期的野王哥哥终于跟开窍了似的，问我可以加你微信吗？这简直比铁树开花还罕见。作为仰慕舒燕技术并好奇他本人已久的我，毫不矜持，立马将自己的微信给了他。不出1分钟，我收到了添加好友的申请，只是头像跟舒燕在微信里的头像不一样，8成是登录游戏的时候授权信息不是微信头像和昵称。舒燕上来打招呼：“小姐姐好。”你好，小姐姐，明天一起打游戏吗？好呀，我没忍住好奇，没见过你玩猴子呢。舒燕，嗨，其实我最擅长的就是猴子了。至尊宝没有返场前，我不爱玩，后来有了至尊宝，我就又重新玩孙悟空了。怎么样？我刚刚带你回头强杀对面那一波，帅不帅？我挺帅的。我以为你们只有马超很帅呢。舒燕，马超帅是吗？我不觉得马超帅，我内心顿感疑惑。以前偶尔跟他聊的时候，他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马超，还直言他觉得马超是天美做的最良心的英雄。男人可转变得真快。你以前都不怎么说话的，而且你以前说自己本命是马超。舒燕，以前是以前吗？现在是现在。以前不爱说话，是因为我没有放假，忙学习呢。原来是这样。因为在学校的宿舍里，可能有不少人在，所以舒燕不会开麦，也不怎么说话吧。没想到放了假，相对自由的他，在生活中其实是个挺热情的人。大半个暑假，我都在和舒燕双排。他确实不怎么玩马超了，最多李白、韩信带我。在一个双排连跪的下午，我心态不怎么好，再一次输了后直接退了游戏。舒燕发微信：“不玩了。”我回道：“心态崩了，打不了了，晚点玩。”舒燕，别气，咱们射手有问题。这次我来射手，咱们也做连体。连体啊！我纠结了一下，我以前最烦情侣连体了。舒燕说话一针见血：“你是烦连体还是烦情侣呀？你不会是因为自己单身，所以嫉妒人家连体情侣吧？”我本来心态崩了就很气，被舒燕这么一说更无语。正想着怎么回怼的时候，他又道：“我刚从国外回来，学了句英文，你要听吗？”我疑惑地发了个问号。他给我发来4个字母 CPDD， 这个野王不光不高冷了，还变得挺幽默。说实话，我早就心动过要不要和舒燕绑个关系什么的，但是碍于2人都规规矩矩，没什么太多进展，我没好意思开口。现在他主动问我，我说不开心是假的。都说游戏里的爱情是虚假的，但是人还是会控制不住的心动。我试探着：“真的吗？舒燕，真的呀？咱们也做你最烦的连体情侣。”你不嫌弃我菜吗？我只会那几个英雄。舒燕，不会。以前没嫌弃，说明以后也不会嫌弃。我于是同意。好啊，上线。我们亲密度挺高，系统都好几次提示我可以绑定关系。舒燕，我已经把申请发过去了，你同意就好。
好嘞，在我还没进入游戏的时候，书燕的消息又接踵而来，要改个情侣名吗？我在抖音上收藏很多，高冷野王这么主动的要改情侣名，而且高冷野王也刷抖音。我发给我看看，书燕，那你选一对，我们一起换。刚好我有好多改名卡，我趁机问，那你现在为什么叫书燕？对方，因为我叫刘书燕。你叫什么？真不容易，我和高冷野王的关系终于进展到可以互报姓名的地步了。我将我的名字发过去，乔薇，对方秒回，第二个字怎么读？我，薇蕊，知道这个词吗？书燕，真有文化，好名字。看了很多名字，我都觉得稍稍有点非主流，不免内心偷偷质疑了下书燕的审美。他发给我的名字我都没选，最后想起我和他的第一局游戏，他玩的是李白，而李白有句有凤来仪的台词很帅，我试探着问，要不我们改萧少九成凤凰来仪吧？书燕倒是很随意，想也没想就同意了。我怀着小女生的心思给他解释名字的来由，你还记得咱们两个第一次玩游戏吗？你李白很秀，而且在我夸你的时候你还回应了我。书燕，怎么回应的？你说谢谢。书燕迟迟没说话，许久后突然问你个事。暑假里的书燕挺直截了当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她这么直截了当，上来就问你是不是喜欢我。我脸霎时红透，拿着手机猛了会儿，回道你怎么这么问？我将和书燕相识后的事情回忆了个遍，自认为除了在游戏里互动，没有更多暧昧了。游戏从不开麦，文字交流也很少，总不记我给他挡个诸葛亮的大，或者在他残血时奶妈开大回血，就是爱吧？还是说他只是单纯的自恋？书燕在我犯嘀咕的时候回消息，我就是觉得一般男生很少只跟一个女的打游戏，这个号里只有你一个女性好友，而且是经常只跟你玩。他说的话莫名其妙，我没大听懂。他又追问你是不是喜欢我，我没好意思直接承认，而是拐弯抹角地说长时间一起打游戏会有依赖的，而且你挺厉害的。我的野王回复那就是喜欢，不要否认。一瞬间我感受到了一股18线莽文霸总的语气，我试探着那你觉得我怎么样？霸总野王回复打游戏技术一般，偶尔还很下饭。野王接着道不过很细节，行，就当他是在夸我了。和野王就这么顶着情侣 ID 有一搭没一搭的双排到假期快要结束。因为他的技术大不如在学校时的技术，所以我们分没上多少，但是亲密度却提高不少。临近开学前，我还离王者段位差几颗星。鉴于不靠谱的狗野王技术真是落后不少，我也没指望他，想着上不去王者就算了，佛一点就行。某天晚饭后，书燕突然给我发消息，你数学怎么样？暑假和他混得很熟，我没怎么客气，直接回复不怎么样。他道能帮我做2张数学试卷吗？刘书燕上的是什么大学，还要做数学试卷？我懵逼了，大学的吗？高数很难，我差点挂科。他回我不是大学的，高中的我也不会呀，忘光了。刘书燕接着道也不是高中的。什么？野王初2试卷就2张，你帮我做一下。野王，你做试卷的时候我给你代打的王者，我不知道别人失恋是因为什么，我失恋竟然是因为我的目标网恋对象未成年。我咬咬牙，怀着一肚子的委屈同意了刘书燕小朋友的要求。他动作倒是很快，将试卷很快以照片的形式拍了过来。不时我看到王者营地他登录我的号，开始了冲分。虽然我数学不怎么样，但是初2的还是没有问题的。花了个把时间做完，把答案拍照发过去。我赌气道睡了。刘书燕连发几声谢谢，然后将王者段位的截图发给了我，顺道他还嘲讽了我一把，竟然给我的备注是高冷野王。他问道我很高冷吗？以前挺高冷的，从假期开始变成了一个话痨逗逼刘书燕，那我以后改，接着做回高冷野王。有一说一，刘书燕正说着还真改了。失恋后的几天我失落得很，没再登录王者荣耀，而刘书燕也没找过我。直到开学第一天晚上，我打开游戏，发现我的 CP 狗野王在线。我在微信给他打了声招呼，他没理我，我只好在游戏聊天界面给他重新打招呼。我开门见山地问你还真高冷啊？微信都不回了。刘书燕发了个给我，还真高冷上了。我跟个炮仗一样噼里啪啦地问他，微信给你发消息了，你没回我，这几天也不见你主动找我聊天了，还真扮上高冷了。刘书燕又发了个行，戏够深。我问打游戏吗？他没再回复我，而是开了房间邀我进去。进去后，我看到他的常用英雄从鲁班后羿变回了一开始的玄策马超等。我发消息你又喜欢马超了呀？不喜欢猴子了。刘书燕说真是惜字如金。他又多说了一句这个 ID 不错，好听，都挂着这个 ID 玩小1个月了，他现在才夸我起的不错。这人不光精分，反射弧也挺长。不是跟你说了吗？因为跟你认识的第一局游戏你玩的是凤求凰，所以觉得这个名字很适合我们。记得就行。那局李白很秀，而且当时的刘书燕很有礼貌。没想到后来熟悉之后，他一改当时礼貌温和的态度，变得话痨又暴躁。
在游戏里发干得漂亮，讽刺队友已是常事，很多时候还会崩心态，果然小屁孩性格。我对他的态度也随着他年纪的暴露而有所改变。以前总觉得他是与我有暧昧关系的高冷野王，想当然的把他当同龄人，所以跟他说话都客客气气。自从知道他是一个初2的学生之后，我也随之扮起大姐姐的身份来。游戏里发文字聊天不方便，我开了麦，问他开学了，你作业写完了吗？刘书燕小朋友还是一如既往的闭麦，但是打字回我，我给你写的数学试卷，老师没发现什么端倪吧？小野王没说话，认认真真在打他的 buff。我有心逗他，追问着，你以后还是让我给你写语文或者英语作业吧，数学我是真的不擅长。刘书燕打完了 buff， 来支援的路上发文字，你为什么要帮忙写作业？不是你说我帮你写作业，你帮我代打到王者段位吗？集合到一处，我看着我和他的情侣 ID 直接对到，而且是 CP 啊！要不是你年纪太小，估计我还真喜欢你了。现在的小朋友不好好学习，就出来断我们老阿姨的桃花路。刘书燕在有条不紊地收割，我果不其然又死亡灰屏。正在我拉刘书燕的视角，想再叨叨几句让她好好写作业什么的时候，突然从游戏里传来男声，年纪小不喜欢，那么年纪大呢？声音阳光明朗，是很好听的男声，带着少年的感觉。我连忙去看游戏，发现除了我之外，开着麦的只有刘书燕。我内心惊呼一声卧槽，惊叹刘书燕变声期发育真不错，这嗓音有点东西。我回道，那得看年纪具体是多大。刘书燕回我，20啷当岁，21、2，算大吗？小屁孩还挺会说话。我毫不客气地说，跟我差不多。风华正茂，恰逢游戏结束，返回房间。我开玩笑，怎么了？你是不是觉得挡了我的桃花运，所以打算给我介绍个21、2岁的帅哥哥给我？没有帅哥，只有我。刘书燕的语气很认真。什么意思？他没着急开始下一句，而是道，假期我忙着实习，没玩游戏。和你玩游戏的是我的弟弟，亲的。他没告诉你登号的不是我，是吗？我对这个事情的震惊程度不亚于第一次得知高冷野王是个初中生。我打个游戏也太难了，就一个野王具体是谁，还一波三折。我没想到事情能这样反转。懵逼的回答，没，他没说。那小子真皮，怪不得假期的野王性情有了很大扭转，怪不得他问我喜不喜欢他时，说什么这个号只跟我一个人玩。都怪我太粗心，没意识到自己再一次被小屁孩给骗了。所以你不是刘书燕？我弟弟叫刘书宇。刘书宇小朋友顶着他哥的名字跟我玩了一个假期。刘书燕问我还玩吗？我懵懵的，都行。那来吧，再打一局就睡。我看着加在界面的情侣 ID 和等级还算可观的情侣标，有点不好意思，抱歉啊，和你弟弟玩的时候绑了 CP 关系，如果你介意的话，等会游戏结束后我去申请解除。不用，挂着吧。哦，刘书燕的语气终于稍微有丢丢活泼的意味了。几千分的亲密度，你俩花了不少心思吧？而且现在不是挺流行什么 CP 的吗？一般只有男女朋友才会绑定这个。刘书燕哦了一声，过了会儿又说，这样啊。一连串的事情早把我整得心慌意乱，跟刘书燕打了一局后，坚定地说不打了，要睡觉。刘书燕嗯了一声，连句晚安都没说就退出房间了。我正打算放下手机睡觉的时候，微信备注高冷野王的号给我发消息，姐姐，我错了，我高冷野王，我是刘书宇。我被我哥骂了好大一通，高冷野王打字还挺快，疯狂给我道歉后又认真解释，我一开始只是觉得我哥哥经常跟你玩，那你一定很厉害，后来发现你说话挺有趣，关键好像喜欢我哥哥。而我也旁敲侧击问过我哥哥，我哥哥也说跟你玩游戏挺快乐，我高冷野王，所以我想看看我嫂子到底玩游戏菜不菜，谁是你嫂子？在我绞尽脑汁想着怎么回刘书宇的时候，又有新的微信号加我，添加信息备注的是刘书燕。同意好友后，刘书燕直接道，我让书宇给你道歉，他到了吗？刘书燕，那就好。我最近在学校没法管着他，他要是多说话乱说话，你别往心里去，他太调皮了。我知道的，这兄弟俩绕得我脑壳疼。我仓皇给二人说了晚安后，便逃避一般睡了。野王又变回了初相识的那个高冷范儿，我也再不敢跟在假期一样对着他对天对地。说实话，刘书燕打游戏的技术可比刘书宇靠谱多了，跟着他上分挺快。不知道会不会有女孩子跟我一样，这个游戏单排的时候会热衷于赢，热衷于上分，但是遇到陪着自己的人之后，输赢好似都不重要了，主要是觉得和对方在一起玩这件事本身就很开心。我在游戏方面天赋不强，玩了很长一段时间，英雄池固然加深不少，但是技术和意识也就一般般。段位提升之后，我慢慢有点跟不上所谓高端局的节奏了。在一次游戏中，我因为失误造成了队友死亡，队友射手位是个暴脾气，直接发消息骂我，话说的难听，不怎么入耳。我骂人的技术也没有提升太多，看着一多半被屏蔽成星星的脏话，我默默地叹了口气。加之那天鼻炎犯了，不是很舒服，叹气之后又吸溜了一下鼻涕。
游戏里骂人的事情已经见惯不惯，我原本打算屏蔽掉队友的脏话，接着玩下去，谁知刘书燕开麦，语气里带着些关心，哭了。没有啊，真的，我解释，真没有，我还没有怂到打游戏被人骂哭的地步。因为射手没发育起来，局势有点逆风，全队就刘书燕的战绩还不错，战绩不错，底气大概也足。刘书燕发全队消息，不要崩，这局能赢，而后又指责射手，你全程带着辅助还打不出优势。刚刚他给了你视野，发了撤退信号，你还不撤，死了怪别人。在游戏里，有人给你帮腔，站在你这边的时候，内心真的很感动。原来刘书燕一直知道我在卡视野，也看到了我给了撤退信号。我有那么一瞬间想，也许他也是喜欢我的。射手原本只是在喷我，线下看着有人帮腔，估计更生气。你有本事带飞，我挂机。刘书燕拽得很，少你一个胜算更大。射手看到了我们的情侣 ID， 站在泉水里骂，原来是情侣呀！祝你们早日分手。我还是第一次见刘书燕咄咄逼人，没意识，没操作，没有打逆风局的心态，就别来这个游戏。挂机吧，4打5更容易赢。射手也是乱咬人，看到刘书燕并不在乎他说什么，又将矛头指向我。你的女朋友真菜，不配赢，说不难过是假的。我开着组队麦跟刘书燕说，别理了，打完这局举报就行。刘书燕没理我，然后我看到她在局内又发了文字，我女朋友再菜也比你强，你先管好你自己。也许刘书燕只是接着射手的话顺道往下说的，可是看到她把我称作我女朋友，我还是有点意外。后续射手没挂机，打得中规中矩，但是其余队友相对给力，焦灼了一会儿后，一波团战胜利，直接翻盘。我确实心态有点崩，而且刘书燕的话给我的冲击也不小，我打声招呼就下线了。躺在枕头上，我不知道心里在赌什么，没有给刘书燕主动发微信，就盯着天花板发呆。过了10几分钟，手机没有任何动静。搁在平时，游戏结束后，刘书燕总会跟我说几句话再睡，没有任何动静，挺反常的。最后还是没骨气的，我没忍住，主动给他发消息。刚那局，我是有点坑，对方显示正在输入，可是我等了半天也没等到消息。约莫1分钟后，他突然给我打了电话。跟他相识这么久，除了游戏连麦，这是第一次他给我打电话。我愣了一下，接起后打声招呼。刘书燕的声音很好听，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开口：乔薇，你还难过吗？不难过了，我实话实说，我其实是有点菜，而且现在段位高，我更不适应，不想打排位了。都有点想放弃这个游戏了。我半开玩笑地说，挫败感很强。你以后找个别的。刘书燕截住我的话头，那我们以后打匹配，一起练英雄。啊，刘书燕很多英雄有牌子，如果打匹配，不就意味着他的牌子要掉了？我拒绝，不用，你玩你的就好啦。刘书燕说话闷闷的，可是只有跟你在一起玩才是快乐的，心底里泛起酥酥麻麻的幸福感。我抿嘴笑了笑，一开始的阴翳有点一扫而空的趋势。我原本想说我也是的时候，被刘书燕打断。她好似有点紧张，磕巴了一下，认真道：乔薇，我喜欢你。如果一开始只是酥酥麻麻的幸福感，那么现在就是被甜蜜冲到了脑顶。我比他更结巴。也许是我这个人没什么自信，随着幸福感而来的还有不踏实感和不真实感。可是我们都没有见过面，我有点怯怯的。想见吗？我去找你。之前跟刘书燕聊天的时候，我们互报过各自的学校，而且在各自的朋友圈也见过对方的照片。但是真到被表白，还要询问要不要奔现的时候，我懵了。不是不喜欢他，我很喜欢刘书燕。我喜欢他的性格，喜欢他沉稳的心态，喜欢他游戏里清朗的声音，喜欢他在我失误之后开玩笑时的笑我，更喜欢在我失误之后他细心安慰我。我在沉默的滑动手机屏幕，而后打开和刘书燕的聊天记录，发现从学期初到学期末，自从我和他加好友后，我们每一天都在聊天，每一天都在互发早安晚安。我后知后觉，如果不是喜欢对方，谁会有这样的耐心和精力坚持只和一个人聊天？刘书燕在电话那头重复，我还有2周就考完试了，我去见你吧。河野王哥哥的面积真的成型了。临近放寒假的时节，城市的冬天很冷，我去车站接刘书燕的路上一路紧张。尽管我们在她告白之后已经进入了恋爱的状态，可是见面还是第一次。刘书燕所在的城市离我们学校所在的城市不算太远，个把小时的车程。不过遗憾的是，刘书燕打电话说车晚点，让我先去约定的地点等她。想到刘书燕还没到站，我稍稍放松了些。穿过人群到达见面的地点后，我看都没看周围一眼，给刘书燕发消息：我到了，外面好冷，你下车的时候穿暖一点。消息刚发出去，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在熙攘的人群中看到了一张清秀帅气的脸，他笑着冲我打招呼，微微，他笑的时候有颗小虎牙，怪可爱的。我见过刘书燕的照片，我也想过照片和本人会有差距，但是我没想到鲜活的少年站在眼前的时候，远比照片要好看千倍万倍。我同样也知道刘书燕的身高，可是实际见到后又是另一回事。
他那么高，我得昂着头看他。在他的笑容里，我不好意思起来，都不敢看他的眼睛，随即低下头去。我嘟囔，我还是紧张。刘书燕笑言，那抱一抱就不紧张了。我磕巴了一下，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他张开双臂，轻柔又礼貌地把我揽入怀中。我个头低，他将把下巴搁在我头顶上。我听到熟悉的声音在我的头顶处传来，冷吗？我在他怀里摇头，不冷。想吃什么？我带你去。他身上的洗衣液味道很独特，很好闻，清香极了。我嗅着这股陌生温暖的味道，轻声回他，吃火锅吧。好啊。从他怀里出来，我轻轻碰了碰他的手指。他反手牵牢了我，另一手抬起摸我的头发，然还笑着，近乎贴在我耳边耳语，奔现算成功吗？对你的野王哥哥还满意吗？我一点也顾不上矜持，点头如捣蒜，满意。他牵着我避开人群，与我同行时才说，其实我也挺紧张的，我怕你不喜欢我。我与他十指相扣，紧紧牵着。我仰头看他，喜欢，很喜欢。晚饭后，我和刘书燕面临的问题大概是很多情侣都会遇到的，开房。出于矜持，更出于对自己的保护，我肯定不打算和他一起过夜。可是去酒店的一路上，刘书燕都没说什么，我也便暂时压着没提我不过夜的事情。说实话，我挺慌的。我很喜欢刘书燕，对她的感觉很好很好。可是如果她强留我过夜的话，这样的滤镜人设会崩塌。在学校附近找了酒店，刘书燕利落办理入住。等一切都妥当后，她上前牵起我的手，微微，我送你回学校。刘书燕就是刘书燕，游戏里礼貌待人，现实里也这么绅士。不亏是我喜欢的人，我心里泛起小嘚瑟。一路走来，我才有勇气看他。他长得很俊，俊到可以用清秀、精致表达他的帅。眼睛黑黑的，映着酒店大堂的灯光，仿佛也在闪动光芒。我讲心里的实话，还以为你不送我回去了。他摸我的头发，轻轻将我往怀里带了带。傻瓜，回去才安全。我倍儿开心，跟捡到宝一样，回报刘书燕，说话都不自觉地撒上了娇。那晚上还开黑吗？听你的，你赶了一天车，是不是挺累的？打游戏又不累。再说，他抱紧我，就算我状态再不好，带我的小菜鸟还是没问题的，内心充满幸福。自己酸了自己好一会儿后，我嘟囔着反驳，我才不是小菜鸟。你再说我菜，我就再也不选牛牛，菲菲保护你了。不菜不菜，微微的牛牛公主，菲菲公主最棒了。有多棒？刘书燕想也不想地回我，国服水平。我在她怀里，趁机捏她的腰。好啊，你又嘲讽我。没有，刘书燕半正经半笑。我是想说，就是来个国服牛牛国服菲菲我也不要，我只要你。那如果来个国服瑶瑶国服奶妈国服小明，你要吗？刘书燕从半正经状态变成正经状态，认真地看着我。国服瑶瑶带斩杀抢人头吗？国服奶妈会开着婴儿车自己先逃命吗？国服小明会带闪现然而却撞墙吗？刘书燕，我从他怀里跳出来，涨红了脸。你还在笑话我？没有。刘书燕追上我，我不敢笑话你。从我跟你告白开始，我就再也不敢笑话你了。我找的 CP， 含泪也要带他上分。胡说，明明不是你找的 CP。我帮他回忆，明明是刘书宇小朋友找的 CP。刘书燕大笑，那我应该感谢他。初次的见面很顺利，我们互相尊重彼此，也没有发生越界的事。我和刘书燕走到最亲密的那一步时，已经是我们恋爱1年后。他是我的初恋，也是异地恋。都说异地恋难熬，可是熬过去就满是幸福了。恋爱1年后，刘书燕大学毕业，而我在着手准备考本校的研究生。他把工作迁到我所在的城市的时候，我们开心了好久。2021年，他毕业入职，我们和他趁着周末搬家。说是家，其实也算不上，只是我们在城东找的出租屋。屋子不大，客厅、卧室、厨房都很小，只有沙发旁的窗户很大，阳光穿透玻璃照进来，把屋里照得明亮。安置好一切东西后，我累倒在窗边的沙发上，说什么也不想再忙碌了。刘书燕走过来，侧躺在我身边，从后面抱住我，声音低低的，微微，我实在太累了，闭着眼嗯了一声。她的手搭在我的腰侧，轻轻揉了一下。腰侧是我最怕痒的地方，我瑟缩着去拍打她的手，谁知道她躲开了我，手掌完全握住我的腰腹，然后贴上来吻我的耳侧。微微，可以吗？什么可以吗？我这么问完了，才意识到她问的是什么，惊慌地翻转过身体，脸颊擦着她的唇瓣而过，她的呼吸热热的，眼神也热，定定地看着我。刘书燕，她嗯了一声，像平时吻我那样吻住了我。我有点紧张，双手无措的不知道放在哪里。刘书燕牵起我的左手，环上她的腰，说道：抱紧我。我听话的抱紧她，趁着吻臂埋手在她的侧颈处。她笑着吻我的额顶，温温柔柔地说：宝宝，我抱你去卧室吧。我死死抱着她的腰不撒手，拒绝，我不，除非你给我点好处。什么好处？我傲娇起来，自己想，上交工资，承包家务，给你做饭，陪你考研。不是。那是什么？刘书燕急吼吼的，
告诉我嘛。我仰头咬了一口他的下巴，还像以前一样给我买皮肤。买，以后你的皮肤我包了，天美出一款，我给你买一款。我们做贵族十夫妇，我被他逗得没那么紧张，旋即笑了。不要全部啦，我英雄池很浅的，很多皮肤我买了也不会用，我只要一个。要哪个？要凤求凰。刘淑燕遗憾道，人家那是限定，网上都说他要返场的，返场就买好不好？我骄傲道，有了凤凰，我就是女野王了。刘淑燕笑着说，行行行，女野王，我给你买。他趁势把我抱起，在去卧室的路上，我环上他的脖子，贴在他耳边轻语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要凤求凰吗？知道。刘淑燕柔声道，我们相识那一局，你进了我的玄策，我选了李白，皮肤是凤求凰。听说55开黑劫皮肤是玄策，我给你买一个吧。又省买小裙子的钱给我买皮肤，我撒娇，这个不一样，这个算那一局进了你的玄策，本女野王补偿给你的。好啊，我躺进软绵绵的被褥里，看到刘淑燕轻身抱我，我以为她会说些什么露骨的话，却听见她还在讲着初相识的那局游戏。我当时想啊，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好脾气，干掉别人的英雄也要道歉，现实里肯定也是个可怜兮兮的小可爱。所以你当时就心动了？不知道。刘淑燕咬上我的脖颈，声音变得含混起来，只是想认识你，靠近你。不过那时候没想到一靠近就是一辈子，好幸运。番外，刘淑雨小朋友因为不堪游戏的防沉迷模式，在周末专程来找他哥玩，并最终对他哥的号下手了。他研究了会儿刘淑燕玄策的新皮肤，探着脑袋问，哥，我能试试你这个皮肤吗？刘淑燕在厨房刷碗，随口问，哪个？玄策的高中生这个。刘淑雨好奇，我之前问你的时候，你不是说不买这个吗？刘淑燕显摆似的，你嫂子送的。嫂子对你真好。刘淑雨小朋友猴精，抬头看了我一眼，笑得贱兮兮的。嫂子，我给我妈妈说你特别温柔，我正拖着腮帮子恶补明星大侦探呢。听到这一句后，诧异转头，什么？我给妈妈说你温柔、漂亮、脾气好。我哥哥捡到宝了，跟刘淑雨待了大半天，发现他是个很好相处的性子，加之前我们还做过假 CP， 和他倒有点自来熟。我咂摸了一下味之后，直接问道，说吧，想干嘛？给我打辅助呗。我正看着白敬亭犯花痴，想也不想的拒绝，不，我要看我老公。你老公？刘淑雨看一眼综艺，你老公不是李白吗？换了，不一样，天下美男皆我老公，我不害臊，你哥也是。我比我哥帅多了，好罚。刘淑雨还在坚持，来嘛，双排嘛，我带你飞。吉吉国王带飞吗？刘淑雨神秘兮兮的，不，我新学了一手马超，你跟我一起走对抗路，来吗？我霎时明白了刘淑雨的小心思，你要玩你哥的马超，小心他揍你。我睨他一眼，再说走对抗路带辅助丢不丢人？刘淑雨和我讨价还价，你要是双排，我就告诉你我哥之前的糗事。我闻言朝厨房看一眼，关了综艺，打开手机，来上号，邀我。选玄策都是刘淑雨的幌子，他进入后就选定了马超，并且很拽的把刘淑燕的上局超神战绩发了出来。我内心默默做好了掉分的准备，拿出了战力值不怎么高的英雄。刘淑雨欣赏一番神威后，开局给我说，嫂子，你躺好。话音落地没多久，金光闪闪的神威将军死在了河道蟹刷新之前。我惊讶，小兄弟送塔都没这么快的吧？刘淑雨话音里全是委屈，对面太强了。我果不其然，这一局马超成为全局最拉胯的人。我听着刘淑燕在厨房边刷锅边哼歌，都有点替他不忍。他大概还不知道，他一向引以为傲的马超现在已经不如炮车。我一面不忍看刘淑雨的战绩，一面替队友感到抱歉，一面还要被队友喷狗情侣滚出峡谷。三方面的压力下，一局终于结束。刘淑雨小朋友打出了2-11的好战绩，而我悔不该当初贪图刘淑燕的糗事，看着一颗星星又掉落。随着一声 defeat， 我利落退出游戏，跟刘淑雨说，我要接着看我老公。再来一局，再来一局。刚刚那局没发挥好，刘淑雨这么说着，被从厨房出来的刘淑燕吓了一激灵。哥，刘淑燕擦擦手，你刚刚玩的什么？刘淑雨不敢撒谎，马超，你还认识？那是马超，不是玄策呀。刘淑燕说着，夺过手机去拎刘淑雨的胳膊的时候，被刘淑雨挣脱。小屁孩跑进卫生间反锁门，躲着他哥，叫嚣的却挺凶，不就一个马超吗？我也会。刘淑燕堵着卫生间门，你会个嘚儿？你别堵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把战绩倒过来，我给你打个11-2出来。什么？你给我打了2-11？没发挥好。刘淑燕更不罢休了，小崽子你出来，哥哥今天不把你的头打歪，都对不起被队友举报的那几分。刘淑雨在卫生间隔着门扇求救，嫂子救我，你救我出来，我一定给你讲我哥的糗事。我在沙发上直乐呵，我改主意了，我不想听了。刘淑雨哀嚎，你们没良心，你们忘了你们的红线是我牵的。他变声期之后，嗓音跟刘淑燕的很像，让我很难跟那个支持我写作业的小屁孩联系起来。有刹那我觉得缘分很奇怪，让我写数学试卷的话痨野王和我其实早已暗恋一段时间的高冷野王此刻都成了我最熟悉的人。有时候游戏不仅仅是游戏，至少它对我来说不是，因为我在我的峡谷里找到了我最爱的人。